画史上有不少自贵族文士到布衣百姓皆喜闻乐见的绘画题材，游鱼戏藻便是个中典范，其可以是豪良观鱼之乐，亦可以是连年有余之瑞，故而千百年来长盛不衰。宋代宗室赵克雄亦喜绘游鱼，且能尽浮沉之态。藻鱼图相传是其存世孤品，现藏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，入编《宋画全集》。此作构图精致，笔墨工整，无尾游鱼嬉戏于澄若明镜的湖水中，湖水无波，水草浮动，鱼儿姿态各异，有的昂首，有的侧身，有的俯冲，时而密集，时而疏散，敏捷灵动，颇具意趣。细审画面，杏藻之间又有15条小鱼，追随大鱼悠游嬉戏。鱼自古有多子之誉，此图特意绘写群集的小鱼，或有对子孙瓜瓞绵延的希冀。与此图相似，宋代一名画家所绘之《群鱼戏藻图》也描绘了无尾游鱼，三大二小，皆欢快活泼。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乃阳数之中，与阳数之最高值9可组合为9舞至尊，又有五行、五色等说法。两图之画家皆着重表现5条游鱼，或许蕴含祥瑞之意。回看藻鱼图，赵克雄在图中展现了极佳的工笔手法，用细笔轻勾水草，以深墨渲染游鱼背尾，腹部留白，营造圆润光滑之感。细细看去，画家还用细线精心描绘了鱼鳞，并敷以淡墨，增强游鱼的立体感与真实性。由于画中并无款印，此幅是否为赵克雄亲笔尚有争议，但他笔法细腻，技法高超，与院体画关系密切，故而至少反映了宋氏的审美趣味。画史称赵克雄不见湖海洪涛巨湍之势，所得只经络池塘间之趣，意指其受宗室不准远行之禁，故而绘画题材与表现力有限。然而正如硬币有正反两面，它又于经络之间，不能做洪涛巨湍之势，却能写尽池塘闲情逸趣，亦颇有可观之处。